嗨，大家好，我是大头，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做一款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巧克力蛋糕——萨赫蛋糕。这款蛋糕的发明人叫弗朗兹·萨赫。据他的儿子所说，1832年的时候，萨赫作为学徒，在当时梅特涅王子的主厨手下工作，临时顶替生了病的主厨，来创造新颖的蛋糕，以招待王子的贵宾。萨赫蛋糕就此诞生。虽然故事已不可考证，但故事里的这款蛋糕是真的非常好吃。萨赫蛋糕的主体是用了黑巧克力来制作的绵密的黄油蛋糕，中间的夹层和外表面有薄薄一层杏子果酱，最外层是巧克力的糖霜淋面。整个蛋糕巧克力味道浓郁，甜味适中又有层次，而内层杏子果酱的酸味不仅很好地平衡了巧克力蛋糕通常都会有的厚重感，还让巧克力的味道更加突出，吃的时候一口接着一口，是会让人上瘾的美味甜点。我们先来制作主体蛋糕，需要的材料有低筋面粉70克，室温鸡蛋3个，我用的是一颗大约60克的大号鸡蛋，室温软化的无盐黄油75克，70%的黑巧克力65克，细砂糖50克，糖粉50克，烤箱预热160摄氏度或320华氏度。今天的材料可以做一个6寸的萨赫蛋糕，我用的是一个固定底的6寸圆形蛋糕模具，模具要做一下防粘处理，在其中用刷子薄薄地刷上一层室温软化的无盐黄油。这个软化的黄油是在刚才提到的材料用量之外的。因为是固定底的模具，我在底部垫上了一张裁剪好的烘焙纸，方便脱模。如果你用的是活动底的模具，就不需要烘焙纸了。接着在侧边撒上一层低筋面粉，面粉也是额外的用量。转动模具，使得低筋面粉均匀粘附在刚才刷的黄油上。反过来使劲拍几下，倒掉多余的面粉。最后模具内应该是薄薄的一层面粉。把鸡蛋的蛋黄和蛋白分开。接下来开始制作蛋糕糊。室温软化好的黄油与糖粉混合，先用刮刀轻轻将两者混合均匀，防止等下搅打的时候糖粉飞溅出来。在刮刀碾过的时候，也能感受一下黄油是否软化到位。黄油不够软会影响后续的打发。室温比较低的话，可以放入微波炉中，每次加热5秒钟，直到手指按压上去感受不到阻力的状态。但千万不要加热过度，让黄油融化。液态的黄油没办法像固态的黄油那样将气体包裹进去，最终会影响蛋糕的膨胀与质地。用电动打蛋器中低速搅打大约2到3分钟，直到黄油蓬松泛白的质地。黄油打到蓬松泛白后，依次加入3个蛋黄，每次1颗。每次加入后都用打蛋器的中低速搅打到蛋黄与黄油完全混合均匀。黄油打发好后放置在一旁备用。在开始打发蛋清前，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有一个电动打蛋器的话，打蛋头一定要提前清洗干净，毕竟刚才搅打的黄油和蛋黄都会极大的阻碍蛋清的打发。蛋清用电动打蛋器的中速搅打，大约每隔1分钟就加一次细砂糖，一共分3次将糖加完。加完糖后继续搅打蛋清，直到湿性发泡。提起打蛋头，蛋白霜的顶端是弯曲不直挺的状态就好了。这里蛋白霜不要打得太硬太坚挺，否则会比较难与黄油蛋黄糊混合均匀，容易有蛋白霜结块，导致烘烤后产生大的空洞。此时用微波炉加热黑巧克力约40秒，我的微波炉是700瓦的，你要根据自己微波炉的功率调整时间，使得底部的巧克力能刚好融化。用刮刀把巧克力搅拌均匀顺滑，加入刚才打发好的黄油中，翻拌均匀。巧克力的温度不能太高，否则会使得黄油融化，破坏了刚才打进去的空气。如果微波炉加热后觉得巧克力有些烫手，就不断搅拌使其降温后再加入。翻拌均匀后，加入一半的打发蛋白霜，加入一半的低筋面粉，用刮刀翻拌到大致均匀。
加入另一半的蛋白霜，筛入剩余的面粉，同样用刮刀翻拌到完全均匀的质地。拌匀的时候不要过度碾压面糊，否则会导致蛋白霜消泡，影响最后蛋糕的膨胀效果。将面糊转移到模具中，稍微抹平表面。这个面糊比较稠，大致抹平抹匀就好了。放入刚才160摄氏度或320华氏度预热好的烤箱中层，烘烤大约50分钟。具体的烤制时间要根据你自己的烤箱的实际温度调整。出炉后冷却大约5分钟左右，倒扣在网架上彻底放凉。因为做了防粘处理，这里应该是可以轻易脱模的。如果蛋糕侧边有粘黏，就用刀沿着边缘切一圈，让蛋糕与模具分离。彻底放凉的蛋糕，切去顶部烤得突出的部分，边角料可以吃掉，这个蛋糕直接吃也是非常好吃的。横着切成2片蛋糕片，因为烤出来的蛋糕底部比较均匀平整，等下就会作为我们蛋糕的顶部。这些是给蛋糕做装饰用的材料：杏子果酱120克，细砂糖160克，70%的黑巧克力120克，水100克。果酱用微波炉加热大约20秒，稍微热一点后会比较容易涂抹开。在底部的蛋糕片上倒上大约1/3的果酱，用抹刀涂抹均匀，盖上顶部的蛋糕片，将剩余的果酱均匀涂抹在蛋糕的顶部和侧边，尽量涂抹均匀平整，方便后续做巧克力糖霜的淋面。涂抹完成后静置大约1到2小时，让果酱完全凝结。完全凝结后的果酱用手指触碰上去是不会沾到手上的，此时就可以来做淋面了。在小锅中加入全部的细砂糖和水，中大火加热约4到5分钟左右，直到糖浆的温度达到105到108摄氏度。此时分次加入全部的巧克力，边加边搅拌，直到全部的巧克力融化，糖浆呈现出有光泽的质地。蛋糕底部用一个底托托起来并架高，再放上另一个烤盘，方便等下淋面流下去。一鼓作气倒上全部的巧克力糖浆。如果你的糖浆此时温度比较低，流动性较差，使得顶部的糖浆有一些厚的话，可以用加热后的抹刀轻轻抹平表面，但动作要迅速，次数要少。这个淋面凝固的速度非常快，为了录视频，耽搁了也就半分钟的时间，就会变成这样，流动性变得非常差，刚倒上去就凝固了，抹刀抹过去也会留下痕迹。做好淋面的蛋糕转移到冰箱冷藏2小时或隔夜。萨赫酒店给的照片中，顶部是有一块巧克力作为装饰的，我这里就简单复刻一下，其实跟火漆印章是一个意思。70%的黑巧克力，微波炉加热大约20到30秒，到底部有一些融化的状态。用刮刀轻轻搅拌，使得巧克力全部融化，变得均匀顺滑。当然，还需要有一个印章，最好是金属的，导热比较快。我没买到特别合适的图案，就用这个百合花的图案凑合一下，就是最后蛋糕看着像是法国的蛋糕。把印章放到冰上保持低温，用一张硅胶垫，等下会比较容易把巧克力取下来。取少量的巧克力到硅胶垫上，印章从冰水中取出来的时候，拿厨房纸擦干，轻轻压在巧克力上，保持大约20秒左右再拿起来。就这样多做几个后，放入冰箱冷冻室冷冻5分钟，我们的装饰巧克力片就做好了。蛋糕在切的时候，刀可以在火上，或是用热水加热一下再切，会比较容易。点缀上我们的巧克力装饰，
萨赫酒店推荐搭配无糖的打发鲜奶油一起享用，吃的时候每一口都要沾上鲜奶油。这个搭配真的很绝，打发后的奶油轻盈又富有空气感，与绵密的蛋糕体搭配，口感上的对比非常明显。外层的巧克力里面口感非常独特，是那种入口后略带一点沙沙的质感，跟巧克力甘纳许那种丝滑的感觉完全不同。外层的里面、蛋糕体、打发鲜奶油，甜度依次递减，口感也各不相同。薄薄一层杏子果酱点缀在其中，把巧克力的微苦与糖的甜味衬托得更加明显。虽然没有去过维也纳，去尝试一下萨赫酒店的原版蛋糕，但自己复刻的这款已经是我心目中最好吃的巧克力蛋糕了。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喜欢我视频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我是大头，我们下期再见。